北溪管道事件开始调查，舆论战中各种疑点不减反增，谁现在才是最难受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北溪天然气管道出事以后呢，围绕着是谁干的，现在还在争论。西方国家内部也有截然相反的声音，有人说就是美国干的，还有人说是俄罗斯自己干的。相关各方提出的理由仍然没有一个完全站得住脚。给我的感觉呢，现在是可以聚集一下谁的嫌疑更大，但是现在下结论，恐怕任何结论都有点太仓促了。比如说，网上有新闻说，瑞典斯德哥尔摩报有篇文章，写的是瑞典负责调查这个事情的检察官办公室副主任，原定10月8号要公布调查结果，结果6号被蜜蜂蛰了，死于蜂毒过敏，尸体火化了。大家一看，这背后有文章啊！结果又有人给我指出，根本就没有这个新闻的原文，好像是连这个报纸都不存在，是国内某些媒体编的故事。所以对照原文核实信息特别重要。还有一点呢要考虑，就是这件事儿对欧洲来讲是特别敏感的事儿，毕竟能源问题一直是俄乌冲突中影响欧洲的最重要因素。可以这么说，欧洲能源供给如果能够得以保障，能源价格对民众的影响比较小，那么老百姓过日子过得不难受，那么欧洲内部就不那么容易爆发反战情绪了。反之，欧美社会如果出现社会不稳定，民众觉得打仗让自己日子过不好了，反战的呼声就会暴涨，那么可能让欧洲的一些国家政府没法坚持继续战争，所以俄罗斯的能源牌一直也是这么打的。德国呢，一些欧洲国家现在也确实出现一些呼声，多地爆发了反美游行。毕竟现在互联网上的主流认识挺统一的，都觉得美国的嫌疑最大嘛。西班牙媒体上开始有人说，美国是在对德国跟欧盟宣战，这就和美国所期望的利用俄罗斯压力把欧洲重新拧成一股绳背道而驰了。这个应该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越南战争后期，美国自己就是这样，美军在战场上陷入泥潭，死了5万人，美国民众就受不了了。美国对西方国家这点毛病是很了解的，所以很难想象，如果美国袭击这个管道，它对事件的政治影响事先就没有考虑吗？所以实际上，现在经历北约事件之后，美国好像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舒服了。说到这里呢，想起段题外话，就是我在人民大学学习国际关系的时候呢，还有个年轻的教授对我们嚷嚷说，西方国家战争动员能力就是特别强，中国是怎么不怎么样。不知道他当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是怎么学历史的。另外还有人提出，美国炸天然气管道是为了让德国对俄罗斯能源彻底绝望，让俄罗斯失去所有筹码，这样德国就可以彻底对美国顺从了。但是我们再看这次事件对俄欧能源交易的影响，管道爆炸前，北溪1号、2号已经是停运状态，也就是说，这次爆炸没有给俄罗斯当前能源出口造成实质性打击，更不用说北溪1号、2号都是 A、B 2条管线，这次爆炸中没有触及北溪2号的 B 线。如果美国要彻底打断俄罗斯跟德国的能源通道，干嘛不干彻底点？这个逻辑说起来好像也有点不太通畅。再有呢，除了北溪的2条线，俄罗斯连接欧洲的5条地面管线流量才是大头，每年能到1300立方米流量，现在只用了1/3。只要俄罗斯愿意放开阀门供气，北溪损失的流量马上就能补回来。这取决于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炸管道后1周，俄罗斯就向意大利恢复供气了。更何况德国政府刚刚骂过美国提供的天然气价格比俄罗斯的贵太多，正要拉着其他能源进口大国造美国的反。所以美国是觉得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不够好，要把欧洲逼向俄罗斯吗？是要亲手打造一个俄德反美同盟吗？如果是特朗普当政，那倒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感觉这5条陆地管线所经过的国家中，有的国家嫌疑也不小，他们炸掉北溪的话，自个儿收的过路费会更多的。所以这里边关系错综复杂，不去抽丝剥茧恐怕是看不清的。但是我们非常希望这事儿就是美国干的，希望美国的政客能够出这样的蠢招。美国跟欧洲之间的矛盾越大，我们的机会才会越多。